大家好，现在身边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，很多人药没少吃，胰岛素也没少打，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，到最后心梗失明、尿毒症这些严重并发症照样找上门。根本原因就是大家都掉进了一个天大的误区，总觉得有药兜底，日常吃喝就能随便放纵。今天我必须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，光靠吃药是救不了糖尿病的。中医讲3分治7分养，用在糖尿病管理上再正确不过。药物只能帮我们搭把手，真正能护着你，让你晚年不受罪的是你每天吃的饭、喝的水，还有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。长期高血糖就像把全身的血管、神经、心肝、脾肺肾全都泡在糖水罐头里，刚开始没什么感觉，等真觉得不舒服了，往往已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所以日常管控对糖尿病人来说比吃药还要重要。今天这条视频我会把糖尿病人必须做好的3件事讲透。6种饮品坚决不碰，3类食物严格忌口，2个习惯必须坚持，所有方法全都不花1分钱，只要照着做，血糖就能一辈子稳稳当当。在开始之前，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麻烦点一个赞，在评论区打个1或者喜欢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也请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把内容分享给身边被糖尿病困扰的亲友。接下来我们正式讲糖尿病人日常生活中必须做好的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6种饮品坚决不碰。老话说病从口入，很多人只盯着桌上的饭菜，却忽略了每天喝的东西。对糖友来说，选对饮品比选对菜更关键，因为液体里的糖是隐形炸弹，吸收速度特别快，直接冲进血液里，瞬间拉高血糖。下面这6种饮品，不管多馋多想喝，为了自己的健康一定要忍住吃。第一种是碳酸饮料和果味饮料，大家最熟悉的可乐、雪碧等汽水，还有超市里5颜6色的果味饮料。很多人觉得不喝可乐，喝果味水总没事，其实绝大多数果味饮料根本没多少果汁，全是糖浆和香精勾兑出来的。一瓶普通500毫升的饮料，含糖量轻轻松松超过50克，相当于直接嚼10到12块方糖。平时喝咖啡放1块都觉得甜，这么多糖喝下去，血糖就像坐火箭一样直冲天花板，对本就脆弱的胰岛是巨大打击，绝对承受不起。第二种是甜奶茶，现在街上到处都是奶茶店，年轻人爱喝，不少中老年朋友也忍不住想尝，就算是半糖、微糖，含糖量也高得吓人。全糖版本更是可怕，一杯下去30到40克糖直接进肚子。奶茶里不光有大量添加糖，还有奶精带来的反式脂肪酸，再加上珍珠、芋圆这些精致碳水，这一杯喝下去，大半天的血糖都别想降下来，对糖友来说和毒药没区别。第3种是各类果汁，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误区，我必须重点提醒大家。很多人觉得不喝市售饮料，自己在家榨鲜果汁吃，100%纯天然肯定健康，这个想法大错特错。水果本身是好东西，因为含有完整膳食纤维，吃的时候需要慢慢咀嚼，纤维能阻挡糖分快速吸收。可一旦榨成汁，膳食纤维被完全破坏，剩下的就是一杯浓缩糖水，吃一个橙子就有饱腹感，可一杯橙汁要用到3到4个橙子，几十克果糖直接进入肠道，吸收速度比直接吃水果快好几倍。就算是市面上标榜100%纯果汁的产品，对糖尿病人来说也是禁区。想吃水果，直接洗干净啃着吃，千万不要榨汁。第4种是功能性饮料，这是心脏和血糖的双重负担。有些中老年朋友觉得累，出门旅游开车的时候想喝功能饮料提神，这类饮料为了快速补充能量，不仅含糖量极高，还含有咖啡因、牛磺酸等会刺激神经的成分。
糖尿病人的神经系统本就比较脆弱，喝了之后不仅血糖剧烈波动，还容易心慌、失眠，睡眠一变差。第二天的空腹血糖一定会升高，千万别把它当成补品，它只会给身体添负担。第五种是酒精饮品。很多人常说饭前一口酒活到99，可血糖高的人这个酒杯一定要放下，不管是白酒、啤酒还是红酒，对糖尿病的危害都很大。首先，酒精会干扰肝脏正常工作，肝脏负责储存和释放糖分，酒精进入后，肝脏忙着解酒排毒，根本顾不上调节血糖。空腹喝酒还会引发严重低血糖，这种低血糖非常危险，可能让人昏迷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其次，长期喝酒会让血脂升高，诱发脂肪肝，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，让降糖药的效果越来越差。为了长远健康，最好以茶代酒。第六种是花式咖啡。平时喝点黑咖啡本身没问题，对血糖还有一定好处。但现在流行的拿铁、摩卡、焦糖玛奇朵完全不一样，上面一层奶油，下面一层糖浆，一杯下去热量比一顿正餐还高，糖分直接爆表，喝的根本不是咖啡，而是一杯液体糖。讲完不能喝的糖友该喝什么呢？答案只有白开水。白开水零热量、零糖分、零负担，能有效稀释血液，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，是最安全、最健康的饮品。如果觉得白开水没味道，可以喝淡茶水。绿茶、红茶、普洱、花茶、金银花、菊花都可以。茶叶里的茶多酚对保护血管有好处，喝起来清爽解腻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每天保证喝1500到2000毫升水，大概7到8杯，坚持下去，等于给身体做一次全面清洁。接下来讲糖尿病人必须做好的第二件事：3类食物严格忌口。饮食控制是控糖的核心，真的是吃对了血糖稳如泰山，吃错了神仙都难救。下面这3类食物一定要严格忌口。第一类是各种甜食和精加工点心，蛋糕、饼干、巧克力、蛋黄派、桃酥。这些食物看起来精致，吃起来香甜，可成分全是大量白砂糖。精致面粉和油脂是不折不扣的升糖原子弹。就算是所谓的无糖饼干，大家也要擦亮眼睛，它只是没有添加蔗糖，可主体还是淀粉。淀粉进入身体后，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一点都不慢。这类食物没有任何营养，只有空热量，除了让血糖飙升、体重增加，没有一点好处。一定要学会主动拒绝。第二类是精致主食，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馒头，这一点最难改变。毕竟我们吃了几十年，口感软糯顺口，但现在的米面加工得太精细，外层的麸皮和胚芽全都被磨掉，只剩下容易快速消化的淀粉。吃一碗白米饭和吃一碗糖的升糖速度相差无几。长期吃精细主食会让胰岛素负担过重，慢慢产生胰岛素抵抗，也就是胰岛素变得不灵敏。我不是让大家完全不吃主食，而是要学会偷梁换柱，把家里一半的白米饭换成粗粮，比如玉米、燕麦、糙米、藜麦、荞麦、黑米粗粮。口感虽然粗糙一点，但富含膳食纤维，就像一个网兜，能裹住糖分，让它缓慢释放到血液里。平时做饭可以做凉米饭，大米加小米或者糙米，也可以煮杂粮粥。原来吃一碗白饭，现在换成半碗杂粮饭，饱腹感更强，血糖还更平稳。第三类是油炸食品和高脂零食，早餐的油条、油饼，路边的炸鸡、薯条，还有超市里的薯片、火腿肠。这些食物有2大致命问题：一是热量严重超标，油炸会让食物热量翻好几倍，而肥胖是2型糖尿病的最大诱因，越胖血糖越难控制。二是油脂会干扰代谢，过多脂肪进入身体会让血脂升高，血液粘稠，直接阻碍胰岛素正常发挥作用。而且
很多加工零食里藏着大量隐形盐和添加剂，对血压和肾脏都是持续负担。那么糖友到底该怎么吃呢？记住3个黄金标准。第一个，蔬菜是主角，每一顿饭绿叶蔬菜要占到一半，菠菜、芹菜、油麦菜、西兰花、黄瓜、冬瓜，这些蔬菜热量低，纤维高，每顿至少吃200到300克。烹饪时少放油和盐，最好用凉拌、清蒸或者水煮的方式。第二个，优质蛋白不能少，蛋白质抗饿，还能延缓血糖上升。每天1个鸡蛋，吃1杯无糖豆浆或者牛奶，再搭配适量瘦肉、鱼虾，优先选鸡胸肉、瘦牛肉、鱼肉、豆腐这类优质蛋白。第三个，吃饭顺序有讲究，这个小技巧非常管用，先吃菜，再吃肉，最后吃主食，先吃几口蔬菜垫底，胃里有了纤维素做缓冲垫，再吃肉，最后吃少量主食。米饭被包裹在蔬菜和肉中间，消化速度会大大减慢。研究已经证明，只是改变吃饭顺序，就能让餐后血糖峰值下降 10% 到 15%。这么简单又有效的方法，大家一定要坚持用。把吃喝管住之后，还要动起来，睡好觉，这就是糖尿病人必须做好的第3件事。2个习惯必须长期坚持。第一个习惯，坚持合理运动。运动是免费的降糖药，效果有时候比吃药还要明显，因为我们的肌肉在运动时会主动从血液里摄取糖分燃烧功能。长期坚持运动还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，让胰岛素干活更省力。数据明确显示，长期坚持运动的糖友，血糖稳定率比不运动的人高出近 40%。那怎么运动才最适合糖友呢？首先，选择温和安全的运动，快走、慢跑、打太极拳、跳广场舞、骑自行车、游泳，这些都非常合适。其次，控制好运动强度，运动到身体发热，微微出汗，心跳稍微加快，能正常和身边人聊天，但没办法唱歌，这个强度就刚刚好。然后保证运动时长，每周至少运动5天，每次30分钟左右。最重要的是，千万不要空腹运动，很容易引发低血糖。最佳运动时间是餐后1小时左右，这时候血糖开始上升，运动正好能把它平稳压下去。这里特别提醒大家，出门运动时口袋里一定要揣2块糖，一旦出现头晕、心慌、出冷汗的情况，就是低血糖信号，赶紧吃1块能救命。有关节问题或者心脏病的朋友，运动前一定要咨询医生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，不要勉强自己。第2个习惯，坚持规律作息。这一点很多年轻人做不到，但中老年糖友一定要重视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睡眠对血糖的影响非常大，前一天晚上失眠或者熬夜看电视，第2天早上的空腹血糖一定会升高，因为熬夜会让身体进入应激状态，自动分泌皮质醇、肾上腺素，这些激素会对抗胰岛素，直接让血糖升高。熬夜等于自己在体内制造升糖激素。给大家3个明确建议。第一，每天固定时间睡觉，固定时间起床，养成稳定生物钟。第2，每天保证7到8小时优质睡眠。第3，晚上11点前一定要上床，早上7点左右起床，中午可以小憩20到30分钟，不要睡太久，否则会影响晚上入睡。最后我再补充3点，这3点虽然不涉及吃喝，但直接决定你控糖能不能长久成功。第1点，心态调节。老话说气大伤身，对糖尿病人来说，气大不仅伤身，还直接伤血糖。焦虑、生气、抑郁、紧张，这些负面情绪都会通过神经系统影响内分泌，一发火，血糖立马跟着往上走。研究发现，长期精神紧张的人，血糖波动幅度比心态平和的人高出 20%。大家活到这个岁数，
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？凡事看开一点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少操没用的心，多培养点爱好，养养花，遛遛鸟，练练书法，和老朋友下下棋，跳跳舞。心情放松了，身体舒畅了，血糖自然就平稳了。第二点，长期监测。糖尿病管理是一场长跑，要陪我们一辈子，光靠身体感觉根本不准，必须坚持监测。家里一定要备一个血糖仪，不要怕麻烦，不要怕扎针疼。这就像开车要看仪表盘一样，每天测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值，拿小本子记下来，去医院复查时把记录给医生看，医生才能精准帮你调整用药。除了自己监测，每3到6个月要去医院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，这个指标能反映过去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，骗不了人。每年还要查眼底、肾功能、心电图，把所有并发症都扼杀在萌芽状态。第3点，家庭支持。如果家里有糖尿病人，请多给一点理解和关爱。做饭时迁就一下口味，少油少盐，多做粗粮，不要在他们面前大吃大喝。不要用甜食诱惑，多陪他们散步，多给他们鼓励。研究表明，有家人支持的糖友，血糖控制达标率要高得多，你的一句鼓励比药物还要管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内容就全部讲完了。为了方便大家记忆，我们把核心重点再总结一遍。第一，6种饮品坚决不碰，分别是含糖饮料、甜奶茶、各类果汁、功能性饮料、酒精饮品、高糖花式咖啡、白开水和淡茶水才是真正的长寿水。第二，3类食物严格忌口，甜食、精致主食、油炸食品和高脂零食尽量不吃，用粗粮代替精致主食，遵守饮食3个金标准。第三，坚持2个关键习惯，合理运动，每周至少5次，每次3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，在餐后1到2小时进行，避开空腹时段，规律作息，每天睡7到8小时，晚上11点前入睡，中午小憩20到30分钟，坚决不熬夜。请大家一定记住，药物是控糖的帮手，不是你放纵吃喝的借口。同时要保持好心态，不要焦虑，不要生气，心情好，血糖自然顺。家里常备血糖仪，定期监测，心里有数就不会慌。只要把这些简单的生活细节坚持做好，照样能身体硬朗，吃得香，活得健康，稳稳当当，过好每一天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把它转发给身边被糖尿病困扰的朋友，多一个人看到，就可能少一个人走弯路。祝所有糖友血糖平稳，身体健康，万事顺遂。我们下期再见。